Hey buddy，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学习的小伙伴们。没错，这大概是我的书桌。之前我的影片电脑跟平板都没有架高，然后写字跟看电脑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啊，就颈椎、腰椎那边都会酸。对啊，然后尤其是现在又读比较久一点，所以就更可以体会到那个痛苦了。所以我今天早上就突发奇想，大一上用的书现在拿来垫。啊，这本好像是普物吧，然后这个是现代，哈哈，刚好发挥它的用处了。好，那先从这边开始讲起好了。这个是小米的那个手写版，我买的是10寸。然后就是想说可以写一些 to do list 在上面，这样可以大概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事情。然后这个是小米的计时器，我觉得很好用，真的很方便，就是拿来做番茄钟学习的话是非常适合的。然后它只要转在旁边，就可以决定你要倒数计时多久。对，好啊，顺带一提，这个是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，超级精致的。对，刚好可以拿来当装饰这样。然后再来是这本微积分课本，超大超厚，但这个阅读架完全可以 handle 住它，哦，真的超厉害的。这个我买的只是中型而已，还不是大型，就很够用了，真的。然后它其实这个质感也都是非常的好，然后它是这个牌子的，我买的款式是薄荷绿，好看又实用，推大家去买一下阅读架。对，好，那边就是一些小装饰啊，还有计算机，然后对，就是这样。胶台，我的水壶，今天订Foodpanda买的这个宇之焙茶鲜奶，哦，好喝好喝，还不错。再来就是这个小装饰，这个小装饰读书的时候看了心情会很 happy。然后我记得是去 IKEA 买的，好像30块而已吧，很划算。再来这个镜子时钟，我原本是想说可以拿来当做那个番茄钟的计时，结果没想到就是它计时会有一些秒差，然后那时候做影片的时候，就是会放一些倒数计时的那个计时器，可是那个计时没有到整点，就觉得很不开心，就是差那一些秒差，所以我后来就直接还是去买小米的计时器。对，还有啊这个罗技的静音滑鼠，哦，超好用的。之前就是为了录影，然后想说安静一点，不要那么吵，所以我就换了这个滑鼠，超好用。你看，这样子按，完全没声音，完全没什么声音。然后它这个触感也是非常好，那个按键完全不输一般那种会咔咔咔的滑鼠，真的完全不输，超推。再来就是这个 iPad Pro， 非常适合学生，尤其是大学生入手，因为它转档什么的都很方便，它可以容纳那个 PDF 档，这个是最方便的地方。尤其是远距离教学之后，整个就凸显它的实用性。而且假如说有在学什么程式什么的，因为带一般电脑去的话，这样就真的蛮重。啊，假如说你是学 Python 啊那种比较通用的程式语言，它里面其实就有一些 App 可以给你去做简单的 coding 这样，所以上课也是稍微可以记录，真的很推大家都去买一台。可是也不用买到这么好的 iPad Pro 啦，就是 iPad Air 的话，可能也真的不错，因为它有些很专业的功能，我其实也还是用不到，所以学生的话就推荐 iPad Air 这样。在这边我就没放什么东西了，因为平常我录影是那个方向，所以假如说这边放太多东西的话，就会挡到那个视线，然后就简单的放了一台镜子而已。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啦。这边就是一些装饰品、保养品，还有一些杂物。好，我的床，好，还有一个我觉得
很棒的装饰是这个架子。那其实如果有看我一开始的影片的话，其实这边这一面墙其实原本是就只有这一幅画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下面那些小草地，就其实是没有这个架子的。后来我去网络上看，我就想说可以在上面挂一些东西，然后倒数计时的时候，也可以就是让镜头看到，这样就还蛮美的啦。这个很方便，也可以放一些其他东西。它好像最多可以承受10公斤的重量，蛮推荐大家去买一个。好，那今天的导览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那谢谢各位爸迪，我们下次见。